欢迎来到 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杨紫的采访永远是通透又治愈，综艺有梗又自然。对于杨紫，很奇怪的感觉，她92年，我89年，所以相隔年龄不大，可以说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女孩。对于她的一举一动，我分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在家有儿女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我年纪也不大，渐渐的长大了，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去了解跟认识杨紫。最先看的剧应该是她的一部《老爸回家》，后来是《战长沙》。《战长沙》里面最杀我的一个镜头是她绝望的哭泣，然后顾长官抱住她，我从心里感受到了她的演技，她好像就是胡湘湘。其次，早在2004年，杨紫便凭借青春校园片《女生日记》提名铜牛奖优秀儿童演员奖，紧随其后的《家有儿女》更是让她试下雪家喻户晓，成为名副其实的童星。成年以后，杨紫被清流团队正午阳光看中，先后出演了《战长沙》《欢乐颂》等脍炙人口的优秀剧集，其中前者以豆瓣9.0的上佳口碑跻身经典行列，后者则让杨紫提名第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作为小说党追剧党，我是真喜欢这姑娘，也爱看她人间清醒的访谈和综艺。睁眼黑们骂过的小雪、胡湘湘、锦觅、邱莹莹、陆雪琪、童年、林之孝，在我心中都是鲜活且真实的一个个人物。沉浸式追剧过程中，我跟他们一起开心，一起伤心，永远为他们的亲情爱情热泪盈眶。作为一个女人，剧的代入感让我可能会对姊妹合作的某个男明星短暂的上头，但我喜欢的还是那个善良大方的女生，她就是我心里的白月光。我经常跟我老公，一个每天工地干活的工程汪，讲我喜欢杨紫，他更是不追星不追剧。我跟他说，可能他也只是听着，但我非常感动，他能听我说，也能理解一个女生对另一个同龄人的仰慕和喜欢，姊妹真的值得。我在开始喜欢杨紫以后，最近又重刷了《家有儿女》，开着弹幕看的。我曾经在很精彩的地方也会回味过去，开个弹幕看着大家的搞笑留言，从未发现任何不适的地方。但是这次重刷，我发现了弹幕里面乌烟瘴气，我分不清是饭圈还是现实中真的有那么多过激的人。我喜欢《家有儿女》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小雨爱告状，小雪有时候过于骄傲，刘星常常调皮，刘梅常常误会刘星，夏东海有时候过于软弱，但是人都不是完美的，人性都是有缺点的。香蜜那会，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演技，整颗心被他牵动着，前期笑得有多甜，后期我哭的就有多惨，以至于后面他的哭戏，他人未哭，嘴微撇，我就开始心抽抽。那个时候我觉得也算不上多么喜欢他，可能只是因为他人好，性格好，演技好，我被他的演技所吸引。但那时候我开始在微博一天几条的为他发微博投票，当时他没有获得那个啥，我还难受了很久。他给我的感觉依然是可爱、好看、性格好、有趣的女孩子，在他身上看到的不仅是明星，更是邻家姑娘的感觉，可能因为比较起别人，她更接地气吧。其实在以前她被黑的时候，我一直有个担心她不再像以前活泼开朗，但现在她让我们看到的是，依旧像个小太阳一样，照亮所有人。这个期间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她做的暖心事儿，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也会想，谁以后娶了这个女孩，真的是捡到宝了。但那时候我开始在微博一天几条的为她发微博投票，当时她没有获得那个啥，我还难受了很久。她给我的感觉依然是可爱、好看、性格好、有趣的女孩子，在她身上看到的不仅是明星，更是邻家姑娘的感觉，
可能因为比较起别人，她更接地气吧。其实，在以前她被黑的时候，我一直有个担心她不再像以前活泼开朗。但现在她让我们看到的是，依旧像个小太阳一样，照亮所有人。这个期间，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她做的暖心事儿，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也会想，谁以后娶了这个女孩，真的是捡到宝了。杨紫会认真钻研每一个角色，拍每部剧都很认真，尤其是她的哭戏。杨紫是我见过最把演员当成某行业工作在做的人，不是明星，是普通人理解的工作。而且她给我感觉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像我们平凡人对待自己喜欢的工作一样。这样的人不是因为流量和营销才红起来的。至于演技，不就像我们在某个领域工作 N 年之后，自然获得了这个领域的经验，是刚进这个行业的人没法比的吗？杨紫对待演戏，很像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那些踏实肯努力的同事，这样的同事前途都不会差，不是吗？说演技好，不如说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工作能力也非常强，还有别人没有的丰富的工作经验。比起那些一直计较能拿多少钱工资却只字不提自己能力如何的当红流量来说，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好员工。总之，套用职场上的种种，就能明白他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其次，去看杨紫的戏，你会发现他会设计很多小细节，眼神啊、小动作啊，非常贴合人设，又带生活气息，演出来还非常自然。一点不觉得是在演戏，那真的是剧本上没有的东西，是他对人物的画像。作为观众，我有时会揣摩这个设计的用意是什么，特别有趣，可以想象到他在背后下了多少功夫。印象最深的2个作品，一个是《青云志》，他对得起陆雪琪这个角色；另一个是我的莫格利男孩，他对得起灵犀这个角色。这里我还必须要提到他身上的另一个品质，那就是天真。演员需要这种简单的纯粹性，如果太复杂，那么他首先就不会信这个剧本，更无法诠释出这个角色。我记得曾经在杨紫的某个采访里看到采访者问他是如何把人物诠释的那么立体，能让观众共情。他说，其实就是把自己真的当作那个人物，完全带入进去，成为那个角色就可以了。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得益于他身上与生俱来的这份品质。另外，作为青年演员，他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是他自己能看到的问题。最起码他愿意在上升期空出将近1年时间沉淀自己，丰富阅历。他自然没办法和老戏骨比，他认知很明确，活得通透，在这个圈子里很难得个人见解。不喜的麻烦您克服下。说他角色傻白甜的，其实不妨把自己放在那个角色上看一下，有些设计和细节处理是符合角色设定的。有些营销号捧杀他演技的行为是他怕的，也是粉丝怕的。杨紫目前还没有脱离偶像剧的桎梏，还没有成为大花旦或者电视剧视后。他的前辈无论是樱桃、宋佳还是孙俪、海清，那才是电视剧扛把子。杨紫的成长之路还很长，他目前可以不吭剧，但是还不敢妄谈扛起整部剧。而且影视剧是综合成就，本来就是相互辉映，不该是一枝独秀。希望杨紫稳扎稳打，遇到更好的剧本、更专业的演员，演绎更具内涵的作品。最后，我发现杨紫会认真钻研每一个角色，感觉她拍每部剧都很认真，尤其是她的哭戏真的绝，很能感染人。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花絮，好像是拍白蛇的时候，在绿幕的一段哭戏，我不知道剧情，而且还是在棚里，结果看着看着莫名跟她一起哭，真的演技太好了。虽然看她的剧不多，但我喜欢认真钻研剧本的演员，所以对杨紫很有好感。我觉得她是内娱年轻女演员里为数不多演技配得上她的流量的人。希望这位小姐姐星途坦荡，
未来可期。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